当您打开这条视频，相信我，您的减肥事业已经成功了一大半。想要科学又健康的减肥，以下这65个冷知识不得不学。希望姐妹们都能少走减肥的弯路，争取早日瘦到理想身材。建议先收藏再观看。1. 改变吃饭顺序也能瘦。按照汤、蔬菜、肉、主食的顺序吃，把主食留在最后吃，是因为主食中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而之前的食物已经提供了一定的饱腹感。此时再吃主食可以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从而控制整顿饭摄入的热量。2. 久坐比跑步更伤膝盖，并且膝盖和髋部的关节炎风险将提高，还会增加患心脏病、前列腺炎、颈椎病、静脉曲张的风险，时间长了腰椎也会出问题。3. 减肥都是减全身，减脂是减肥的主要目标，局部减肥只是在塑形。4. 戒掉一切饮料，一瓶就让减肥功亏一篑，多喝水才是王道。5. 蒸桑拿可以减肥是谬论，蒸桑拿不能提高基础代谢，更不能帮助你减肥，甚至如果你蒸桑拿之后不注意补水，还会导致基础代谢降低，因为水分是人体新陈代谢的重要媒介。6. 波比跳是公认的锻炼效果最全面、最高效的减肥运动，一次动作大约会用到75%的肌肉群，每个动作能够让你消耗5大卡，意味着完成100个就能达到跑步1小时的热量消耗。7. 踮脚尖看起来是很平常简单的动作，但却是很好的瘦小腿的方法，每天5分钟，1个月后小腿就会明显变瘦。8. 靠墙站立比行走更耗费体力，刚吃完饭，尤其是晚饭后，吃进肚子的东西会很快被吸收，转化为脂肪，所以如果吃完饭就坐在那，脂肪就会囤积在腰部和臀部，腰就会变粗。饭后靠墙站立半小时，而且夹紧臀部，把整个背部紧贴在墙壁上，臀部、背部、腿部、脚后跟、头等都尽量贴紧墙面。这种姿势很累人，没多久你就会有出汗、累的感觉，使得产生的热量被消耗，可减少脂肪的堆积，当然就会瘦下来。9. 收腿袜是不能减肥的，没有减肥效果，它属于特殊物理作用的保健袜，通过高压收紧腿部肌肉，从而使腿在视觉上变细，但脱下收腿袜就会打回原形。10. 减肥有助于提高记忆力。美国一项研究成果显示，成功减肥者的记忆力不仅明显改善，而且其他认知能力也得到提高，如办事能力和组织能力等。11. 酸奶选不对反而越喝越胖，比如我们常见的风味发酵乳。什么是风味？国家规定，凡是添加剂大于2种的，必须在包装上写明风味酸乳。风味并不是指酸奶的口味，而是委婉地说，为了让酸奶更好喝，我们加了不少东西，所以说添加了风味2字的酸奶不能算真正的酸奶。这类酸奶含糖量比老酸奶还要高12到15克，所以想要减肥最好选择无糖酸奶。12. 女生减肥确实会让胸部缩水，因为胸部都是脂肪组织，所以当体脂下降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一定也会带着胸部的脂肪一起减少。13. 低碳饮食的减肥效果一般是低脂饮食的2到3倍，比低脂饮食更容易瘦肚子。14. 跑步不会让腿变粗，久坐才会。久坐族很容易会导致大象腿的出现，因为长期久坐的话，会导致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不畅，从而就会造成腿部脂肪堆积，腿自然就会越来越粗了。15. 研究发现，用非主力手吃饭会减少食用的量，所以如果你实在忍不住，就用左手吃，如果你是左撇子，就反着来。16. 吃的少不等于热量低，减肥的本质是让摄入热量小于消耗热量，所以吃的热量低才是关键。17. 减肥喝绿茶确实有效，有饮茶习惯的人体脂率相对要低 19.6%， 而腰臀比则低 2.1%， 但需要长期坚持。18. 并不是所有的脂肪都会长胖，每天需要摄入正常健康的脂肪，不超过65克为宜，脂肪含量极低的饮食不适合经常运动的人。事实上，食物脂肪等于或低于总能量的10%，
可能使血脂发生恶化，低于15%可能减少睾酮的分泌，从而降低代谢和肌肉的发展。19. 想永远瘦需要一直养成一个全新的饮食和生活习惯。20. 运动的第0.01秒，脂肪就开始燃烧了，而不是半小时后。想要有氧运动减肥效果好，建议坚持40到60分钟。21. 晚饭早点吃，适当延长空腹时间有助于减肥。如果身体不觉得难受，可以尝试空腹锻炼，能成倍的燃烧脂肪。22. 水果当正餐，不仅不减肥还催肥。虽然水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但它缺乏人体所需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刚开始你以水果代餐，会瘦得很快，这样瘦下来的体重只是水，不是脂肪。一旦恢复正常吃饭，会加速体重的反弹。23. 牛奶没必要喝低脂的，除非你拿牛奶当水喝。全脂牛奶对减肥的影响也不会很大，导致变胖不是牛奶的原因，与饮食习惯和运动情况有关。24. 学会调节情绪，摆脱精神压力。压力会促进食欲，特别是一些高糖和高脂肪的食物，这样的结果只会是越吃越胖。25. 脂肪不是坏东西，它们对身体特别重要，对大脑、神经系统、激素的合成都很重要。脂肪太多和脂肪太少才是坏事情。26. 少吃精加工食品，过度加工食品往往是高糖、高脂、高热量的食品，它含有反式脂肪，更难被人体分解。正常脂肪只要6到9天就能代谢掉，反式脂肪酸要51天。27. 有汤里脂肪含量很高，喝多了会发胖，喝汤不如直接吃肉有营养。煲汤时间越长，其中的脂肪含量就越多，颜色会越白。炖肉过程中，脂肪会容易溶解到汤中。喝汤不吃肉，会进去最多的其实是脂肪和食盐，这2种成分极易被人体吸收。盐吸收多了，会使身体储留更多的水分，从而使体重上升。脂肪吸收多了，发胖的几率就大了。28. 想靠单一食物减肥是不可能的，短时间内能明显的看到体重快速下降，但时间一长，来源于肉、蛋、奶、豆类中的蛋白质摄取不足，肌肉会加速流失，接着就是基础代谢率降低。除了让体重可能出现胖、瘦等胖的起伏外，还有很多副作用。29. 负卡路里食物是不存在的，如果一定说有，只有白开水。30. 鲜榨果汁也属高糖饮料，膳食纤维没有了，唯独留下了糖分。因为一杯果汁喝起来不觉得多，其实每次榨汁时都要放上2-3个水果，这样摄取的糖分和热量不知不觉中就增加了2-3倍。31. 喝茶和黑咖啡的确能帮助减肥，但是加了糖的只会增肥。32. 鸡肉、鸭肉等禽肉，只吃肉不吃皮，有助于减少脂肪摄入。33. 果蔬脆片看似健康，但是大多是脱水油炸的，热量居然比肥猪肉还高。加上果蔬干燥后几乎是浓缩版的水果，糖分跟着加倍，导致热量飙升。34. 多吃菜少吃肉不一定会瘦，重要的是合理搭配，少糖少油少盐。35. 酵素中的酶是一种蛋白质，在胃部就被消化和分解掉了，是没有减肥的作用的。36. 盐吃多易长胖，过多的盐分会使体内的激素升高，这种激素一升高就很容易觉得肚子饿，从而不自觉地增大食物的摄入量。不仅如此，酱油、鸡精、味精这些调味料都要警惕，因为它们都是高盐的调味品。37. 相比酸性的食物，碱性食物更能减肥。碱性减肥法的基本原则强调，碱性食物需占一天中所吃进的食物的70%，即摄入比例调整为3:7。因为酸性食物会加重肝脏和肾脏的负担，藉由增加碱性食物进食的比例，可减轻肝脏和肾脏的负担，转变成易瘦体质。38. 睡觉的时候身体会分泌瘦素，这种物质是非常有助于减肥的，所以想要减肥一定要保证早睡并且有充足的睡眠。通过睡眠的时间以及睡眠的质量来影响人体荷尔蒙的分泌来分解脂肪。
让脂肪得到充分的燃烧，同时能够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消除人体的浮肿。39. 最简单的减肥方法，不要熬夜。熬夜是致使不少人体型肥胖的重要诱因之一。人在晚上会分泌一种叫胰岛素的物质，这种胰岛素可以加快人体对糖分的吸收与消化。如果晚上经常熬夜不休息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导致胰岛素的分泌异常，从而导致体内的脂肪堆积，进而就会使得一个人发胖。40. 吃肉并不一定会发胖。除肥肉外，我们常吃的肉，如鸡肉、鸭肉、瘦肉、牛肉等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蛋白质能够有效地抑制胃饥饿激素，让人们不容易感觉饿。41. 并不是出汗越多，消耗的脂肪越多。脂肪的减少主要靠消耗，而非直接排出。减肥是一场消耗和摄入的博弈。42. 跑步后拉伸能促进肌肉恢复，但并不能让你瘦腿。如果饮食上不控制，没有热量缺口，腿是不会细的，反而可能越来越粗。所以你想瘦腿，把体脂率降低，腿自然也就会细下来。43. 所有所谓的无副作用减肥药都可以扔掉。目前没有一种减肥药既能减肥而且对身体没有影响的，所以减肥没有捷径。靠吃药减肥的人都是以牺牲健康为代价。44. 有氧运动真的不会失去肌肉，只不过当你用90%的时间、精力和能量去做有氧，那你就只有10%的精力、时间和能量去做无氧，自然就没肌肉。45. 体型比体重表上的数字更重要，减肥不要只看体重，而要关注体脂率。46. 有一点小肚子是正常的，不用特别焦虑。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小肚子，这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因为在自然放松的状态下，肚子原本就应该自带一点突出曲线。47. 全天的进食时间最好限制在8到9个小时内。比方说，如果早上8点吃了早饭，那么晚饭最迟在17点解决比较合适。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减掉更多的体重和体脂肪，保存更多的肌肉，丢掉无用的脂肪，留下有用的肌肉，这样的减肥才能保留战果，最不容易反弹。48. 腰臀比等于腰围除以臀围，腰臀比例是健康的比例尺，腰臀比越大，内脏脂肪越多。49. 米饭、馒头、面条都可以吃，但是也要算好热量。热量相同时饱腹感越强的食物越能帮助减肥。50. 每天吃15克的坚果，可以降低肥胖的风险。饥饿时用坚果来代替甜点、薯条，以减少多余热量的摄入。而且坚果本身的蛋白质和脂肪含量高，足够抵抗饥饿。15克坚果相当于20粒花生、10粒腰果。51. 蓝色有抑制食欲的效果，减少你的饥饿感。因为蓝色在植物或是食物中很少见到，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就觉得奇怪的颜色等于很恶心，食欲自然就减退了。52. 吃完饭立刻去刷牙或漱口，可以有效防止你后面还想吃零食。53. 热量摄入固定时，少食多餐和每日3餐减重效果没差别。54. 设计减重饮食时，成年女性最好每天摄入1200到1500大卡。55. 不要边看电视边吃饭，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时，注意力往往被电视吸引，容易导致食物摄入过量或过多进食不健康食物，增加超重肥胖的发生风险，而且还会影响消化。56. 完全不吃碳水化合物，皮肤会变差，变得不快乐。57. 当你的减肥进入平台期，说明每天摄入的热量和消耗的热量接近平衡状态，导致减肥效果停滞不前。可以适当在减少碳水的摄入，调整运动计划，增加些运动量。58. 不管站着还是坐着或者是走着，要有意识地养成收腹的习惯。收腹减肥简单有效，主要有呼吸收腹、收腹走路和坐姿收腹3种方式。只要每天坚持收腹3分钟，腹部的赘肉就能消失掉。59. 爱用空调容易发胖，气温高的时候，通常食欲会下降。久待在室温20摄氏度左右的环境中，人体的新陈代谢会变慢，能量消耗跟着减少，
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会有发胖的可能。室内空调温度最好设定在27°C上下，尽量接近室外温度，增加身体组织消耗脂肪的活性。60. 少吃冰的，长期喝冰水会导致身体运动动作减缓，降低代谢，反倒变成易胖体质。61. 空腹训练效果更佳，早上空腹训练消耗的热量更多，血脂水平下降幅度也更大。62. 饭前喝一杯温开水增加饱腹感，有助于少吃，也能够很好的帮助你在吃饭的时候消化食物或代谢能量。63. 狼吞虎咽的人发胖概率比细嚼慢咽的人高4.4倍。吃饭特别快的人里面，60%的人会摄入过多自己根本不需要的热量，食物在胃里大量的堆积，血糖骤然升高，身体会分泌大量胰岛素来利用血糖，而胰岛素分泌增加也会促进脂肪堆积，也就形成所谓的易胖体质。64. 并不是所有的沙拉都能够减肥，大部分沙拉里蔬菜并不是特别多，水果谷物总量挺多，水果很好，谷物也很好，合起来总量就超了。而且有的沙拉酱热量超高，一包沙拉酱的热量是蔬菜的好几倍，不但不能达到减肥的效果，还会使人长胖。65. 低脂肪肉食经过了高油烹饪同样不适合减肥，任何食物经过了油炸，热量都直接爆表。想要减肥，既要控糖，也要控油。当您认真看完这条视频，请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把健康带给更多的人。感谢您观看我的视频，智慧养生，我是老张，祝大家都健健康康，活力满满。下期我们不见不散。